好像有点效果啊。对，砸肘，连续砸肘，连续的砸肘。这个加拿大选手很嚣张，发布会现场大放厥词，要称霸昆仑决擂台，还说中国功夫中看不中用，中国选手更是不堪一击。这个目中无人的外国选手叫凯文·德洛，在称重环节耀武扬威，瞧着凶神恶煞的神情，你搁这吓唬谁呢？别以为你搞个熊猫纹身就能当国宝。到了对视环节，更是恶意推搡中国悍将张立鹏，可惜全身上下没有2两肉，反被张立鹏推了一个踉跄，于是就开始撒泼耍横，蹦蹦跳跳，相当嘚瑟。工作人员急忙阻拦，倒不是怕他怎么样，主要是怕张立鹏控制不住，把他给揍了。面对如此嚣张狂妄的挑衅，张立鹏虽然很生气，但还是顾全大局，忍了下来，并霸气回应，一回合就将他 KO。张立鹏绰号暴力大鹏，来自内蒙古，16岁开始学习散打，18岁就拿到了50风75公斤级散打冠军，之后转战综合格斗擂台，凭借着彪悍硬朗的打法，在中国拳坛火速崛起。从2015年到2017年，2年时间豪取15连胜，每一场都是极致的暴力美学，尤其是打日本选手，那是能打多狠就打多狠，丝毫不留情面。日本选手当场被打得不省人事，直接抬上担架。而这个加拿大选手凯文·德洛竟敢如此挑衅张立鹏，看来他是真的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凯文·德洛从小练习桑搏和巴西柔术，在北美洲、欧洲的搏击擂台上多次拿到冠军，身高186公分，年龄32岁，职业战绩8胜1负，实力绝对不容小觑。这次来华挑战更是直接要求赛事方派出中国最强的选手，试图一战成名。可惜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，这次他遇到张立鹏，势必要让他知道，在中国的擂台上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得卧着。张立鹏年龄28岁，身高180公分，职业战绩27胜11负，8次 KO 10次降服。由此可见，惹张立鹏生气绝对没有好果子吃。此时的张立鹏早已是怒火冲天，摩拳擦掌，准备在擂台上要他好看。而加拿大选手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恶狠狠地盯着张立鹏。长按点赞，我们看看张立鹏如何暴揍 KO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加拿大选手。比赛开始，凯文率先使用低扫进攻，张立鹏也不惯着他，马上扫踢还击。明显能看出凯文在身高和臂展方面有着不小的优势。俗话说一寸长一寸强，如果控制好距离，张立鹏也很难轻取。这时凯文突然下潜抱摔，这可真是嚣张他妈给嚣张凯文，嚣张到家了。张立鹏一边身体下压做防守，另一边顺势拿到对手的脖子。本来靠着臂展的优势，凯文在站立对抗还有一战之力，现在跟张立鹏拼地面，那简直是母猪撵兽医，自讨苦吃。只能说他有点聪明，但并不多。看看张立鹏有没有这种主动进入地面的这种想法啊。一番缠斗，张立鹏不断调整姿势，慢慢将双手穿过腋下，拿到抱摔把位，然后轻轻一带就将凯文按倒在地上。这也就意味着两人的较量已经进入了张立鹏的节奏，直接把对方压倒了。然后同时做了前手的这个打击。凯文要注意啊，张立鹏在这个位置的地面锤击是非常终结率是非常高的。对，所以对方的双腿防守也非常严啊，已经搭扣了，身体上锁死。变换拿手臂。但这个应该这个动作太大了。对，而且过于慢。对。这个你看，有时候这种锁击动作啊，就是运动员在背后或者两侧没有长眼睛看不到，但是整个身体是有感知的。是，这个太明显了，这个动作。对。看凯文还在做尝试，转过来。凯文还在不断挣扎，他以为凭借自己巴西柔术的功底，张立鹏根本奈何不了他。可惜张立鹏的铁拳完全不讲道理。这几次锤击好像有点效果啊。对，砸肘，连续砸肘。连续的砸肘。凯文现在只能是被动的防守。拳肘都有。对，一番狂猛的拳肘进攻，
打得凯文抱头鼠窜，脑瓜子嗡嗡的。这狂风暴雨般的暴击实在是赏心悦目。只是这样抱头做最被动的这种防守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意味着打下去你只会受到更多的伤害，裁判一定会终止比赛。对，张立鹏还是觉得不过瘾，将凯文的双手压到他的后背，腾出右手准备砸拳。我们看大鹏做了一个小动作，把凯文的左手压到后背。凯文那是相当的害怕，再不防守就真成待宰羔羊了，于是不断挣扎，负隅顽抗。张立鹏迅速调整身位，马上开启新一轮的暴击，炮弹般的重拳疯狂砸向对手的脑袋。打肘，哎呦，连续好像砸到了面部。这是裁判要终止了。那一次肘击有砸到，我们看啊，哎呦，砸开了，口子开得很大。对，一顿狂猛输出过后，凯文的脑袋已经被开了一条口子，吓得裁判赶紧终止比赛，医务人员立马进行救治。就这样，张立鹏在第一回合就铁肘爆头 KO 了嚣张的加拿大选手。这拳拳到肉的打击，隔着屏幕都感觉到生疼。暴力大鹏真是一口唾沫一个钉儿，凭实力打得嚣张老外头破血流，实在是大快人心。这一战，张立鹏打出了蒙古汉子的霸气，打出了中国搏击的力量。打肘非常的合乎规矩。对，因为你如果是肘尖朝下，这样打击呢，是犯规动，它是平肘，这样对，非常的合理。我们看这个嚣张的老外也是彻底被打服了，以后再也不敢在咱们中国的擂台上嚣张狂妄，实在是太解气。为中国勇士张立鹏点赞。